老实说啊，翻开这份财报，很多被套牢的散户绝对是看得背脊发凉。你想想看，去年2025年营收才刚创下21.08亿的历史新高，结果呢，今年2026第一季直接现出原形，营收从去年的6.45亿直接跳水腰斩到只剩3.51亿。你一定会骂，这哪叫什么转型成功？这根本是自由落体吧？但等等，我们先别急着下定论。如果我们把视角切换一下，用纯粹的数据逻辑来拆解，你可能只看到了表层的营收跳水，却没看懂底层的体质重构。营收确实掉了一半没错，但为什么单季还能转亏为盈？因为啊，这是一场迟来的断舍离。你一定会觉得很瞎，把原本有营收的业务砍掉，表现工程直接给它归零，这缺口到底要拿什么补？这绝对是市场现在最敏锐也最核心的质疑。但你注意看这个关键的反转数据，毛利率飙升到了24%，去年的本业毛利率大概还卡在21%，更别提法定财报认列后只剩下17%。那现在凭什么跳升？很简单，因为公司主动淘汰了那些低毛利的表层 EPC 工程，直接从硬体价格战的泥淖里抽身了。所以第一季虽然营收只有3.51亿，但 EPS 缴出了0.05元，正式转正。这真的不是单纯的衰退，这是主动把水分给挤干，留下纯度更高的获利引擎。好，既然水分挤干了，我们就来好好看透这家公司的全貌，看看他们所谓的世纪转型到底都在做些什么。盛达这家1973年就成立，靠做网通和电源起家的老字号，现在硬要挤进绿能的赛道，从2025年宣告表后储能元年，再到2026年初直接100% 全资收购子公司盛奇绿能。很多人都在笑，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但从产业纵深来看，这其实不是硬挤，这是用原有的网通基因在做降维打击。全资化盛奇绿能等于宣告全面转型成区域能源调度整合服务商，网通占比缩小，把高达83% 的营收全压在能源产品上。那你问护城河在哪？重点就在这个核心资产，高达158亿新台币的维运管理资产。你知道吗？盛达现在 EG Rack 的维运市占率已经吃下市场20%了。这158亿代表的是什么？是未来长达10到20年稳稳的经常性服务收入。再加上他们把5G 工业路由结合了拿下美国 FirstNet 国家级安全认证的 MIT 非中国制资安防护，这3大版图交织出来的是一套别人根本抄不走的软硬体生态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在这样极端压力测试下，他们实际落地的战略跟财务表现到底长怎样？很多投资人最怕买到那种整天把转型挂在嘴边，结果私底下狂烧钱的公司，对吧？大家都在看这几年转型现金流撑不撑得住，会不会搞到债台高筑。说真的，财务数据最不会说谎。仔细看这场冰与火测试下的存货水位非常精彩，它是连降3阶，从2024年的2.86亿降到2025年的2.39亿，到了2026年进一步压缩到只剩1.95亿。同时间手上的现金水位一口气拉高到6.4亿。更具指标意义的是负债比，从2024年底那种看了会怕的36%，在短短1年内骤降到了19%，把高风险的库存清光光，把现金安安稳稳抱在手上。这其实也意味着他们不敢再乱备料了。国内现在没生意做，就只能往外跑。说到往外跑，你可能会吐槽，每次法说会都在画海外市场的大饼，澳洲啦、日本啦，讲得天下无敌。那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落地时间表？如果我们用分析师的角度严格检视，这个时间轴其实已经锁死了。第一站就是澳洲 Anaki 案场，直接锁定2026年第3季正式上线澳洲国家电力市场，也就是 NEM。第二站是日本，今年夏天就要启动 VPP 虚拟电厂的实质验证。第3站则是澳洲 Gippsland 地区的案场，目前已经取得融资，预计2027年第1季上线。你看，这不是在画大饼，这是实打实进入工程验收阶段的合约承诺。就像这张图那样看的，澳洲维多利亚州 Anaki 指标示范案场进度已经来到78%了，太阳能追踪器储能设备都已经进场定位。那为什么非得大老远跑去澳洲？因为澳洲电网有着全球最极端的每5分钟电价波动，盛达在这个市场挑战全球最严格的并网审查。一旦 Anaki 顺利上线，他们就能透过自研的演算法进行高频价差套利。这个商业模式只要一验证成功，就能直接复制贴上到他们后面累积的14个光储专案上，这威力是非常惊人的。但是呢，海外听起来顺风顺水，我们再回头看看台湾国内的残酷现实。没错，能源营收占比确实达标了，一路冲上83%。但为什么国内市场给人的感觉就是死水一滩，船快沉了？这就必须回归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营收腰斩。这说真的，这还真不是公司执行力的问题，而是不可抗力的宏观系统性风险直接爆发。
最残酷的现实是什么？是立法院卡住了台电的1000亿补贴预算，导致台电直接暂停了 DREC 储能的申请。这意味着全台湾大型的表前储能，也就是 FTM 工程，在2026年初瞬间急冻，直接归零。国内一大半的营收就这样硬生生被政策给掐断了。了解了盛达台湾表前工程归零，营收腰斩，这不是阵痛，而是政策红利骤变。立法院卡住台电的1000亿补贴预算，直接在产业链上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公司也逼迫把底牌压在海外。接下来我们冷静检视，盛达找东元、中美金组成的台湾队，究竟真能赚到海外的钱，还是只是另一场粉饰太平的跨国大饼？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好，按赞订阅之后，我们赶紧来拆解这个所谓台湾队的双轴同盟，看看他们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虚张声势。刚刚说澳洲市场极具挑战性，盛达这么一家规模不算大的公司，凭什么在海外跟那些跨国巨头玩，拉着东元电机和中美金结盟，喊出台湾队的口号？很多人觉得这会不会只是为了发布会好看的公关操作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是，这是极度精算过的互补同盟。在澳洲战线上，澳洲电网审查极其严格，盛达需要重装甲，所以找来重电巨头东元电机扛下机电 EPC 工程，而盛达自己呢，就用自研的软体大脑，也就是 Bidding Optimizer。主攻5MV 以下的非调度分散式光储，缩短并网时间，切入高频套利。那在台湾战线呢？表前工程虽然死了，但科技业现在面临碳费和10%绿电义务，这个表后市场正在大爆发。盛达与中美金合资成立旭奇储能，看中的就是中美金打入半导体供应链的强大渠道，直接用 Fuinex 储能机帮半导体厂做削峰填谷，赚取每度电6.86元的尖离峰价差，直接把设备变成了高价值的营运资产。那日本呢？你一定会想，日本市场这么排外又保守，根本不吃台湾队那一套吧？这就是盛达底子最可怕的地方了。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法严格封杀任何有国安疑虑的设备，盛达就凭着100% MIT 台湾制造的资安防护，完美绕过了中国设备的价格红海。他们的 Fusion Next 已经正式通过九州电力非常严苛的系统联系检讨，这可是一张极度难取得的入场券啊！预计今年夏天就能展开 VPP 虚拟电厂的验证。你看，这就是直接拿地缘政治风险当做自己的最强护城河。既然技术这么硬核，那我们来看看在台湾这个绿能大乱斗的市场里，他们到底能排老几？就算技术强，现在台股满地都是绿能概念股，云豹、宏德、森伟一个比一个大只。在满手资金的大户眼里，为什么要挑盛达这个体量相对小的玩家？因为大家走的流派根本不同。市场上多数是重资产的开发商，而盛达是极其稀缺的轻资产系统整合商，也就是 SI。我们直接摊开同业矩阵来比一比就知道。第一，云豹能源地方资源超强，但底层软体多半是外购的。盛达的 EMS 系统可是100%自研。第二，宏德能源 VPP 走得很前面，但他们在海外走的是重资本的大案场，盛达走的是轻资本路线，专攻澳日的中小型蓝海，资金周转快得多。第三，森伟或富威电力100亿工程实力超强，但组织庞大转速慢，甚至还因为标案内控问题导致股票下市风波。盛达在分散式的表后市场，那个灵活度是完胜的。第四，台气电官股老将，资金成本极低，但风格太保守，根本吃不到海外现货套利这种狼性市场。说穿了，盛达不拼重资本去盖大电厂，他们卖的是大脑，是软体，是 MIT 的资安。最后，我们必须直球对决，来谈谈市场上对这家公司最尖锐的核心批判。前面分析的再怎么好，这家公司看起来像个灵活的刺客，但今天我们不需掀开最后一块遮羞布，直击管理阶层的诚信问题。这绝对是很多散户心里最过不去的一道坎。当年踩雷中国普天的那个大烂账，面对中国法院那种不透明、无限期拖延的司法程序，公司居然采取拖延认列亏损这种荒诞的策略。本身专案 EPC 工程认列波动就已经够大了，再配上这个隐形炸弹，这叫稳健吗？这根本是对中国司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用粉饰太平来欺骗投资人吧。散户有这种愤怒绝对合理，但你千万不能看漏了2025年第4季财报里藏着的血淋淋的真相。2025年 Q4 为什么单季暴亏 1.36 元？那根本不是意外，那是管理层终于挥动的手术刀。提列大额的一次性减损，就是再做一次彻彻底底的财报大扫除，一次性切断这个非本业的历史包袱。你觉得他们波动大？请你注意这个核心数字158亿。他们一边清洗旧账，一边默默累积了158亿新台币的维运资产。这158亿属于长年期的服务型收入，根本不需要投入重资本，是极高毛利、超低风险的现金流啊！所以这整件事最大的战略辩证就在这里：嘴巴上喊着轻资产，手里却管理着100亿维运。
表面上看这很矛盾，对吧？但实际上这就是舍弃低毛利的一次性工程，换取长达20年细水长流的终极策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政策急动造成的这个巨大缺口，真的能靠海外2026年第3季的变现和国内的表后市场完全无缝接轨吗？这段空窗期的风险，老实说还是得让人捏把冷汗。空窗期就是这家公司面临的最残酷压力测试。究竟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完美体质翻转，还是即将步入深渊的开端？财报的底牌现在已经掀开了一半，剩下的就看今年下半年澳洲和日本的战报了。答案很快就会揭晓，你准备好上车了吗？